您好，欢迎来到 IT 妈妈科技笔记。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我们每天真的可能都在用的功能，那就是三方登录。这次的内容是参考了作者施乐峰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三方登录懒人包背后的资安风险你知道吗？这个功能虽然超级方便，但它背后可能藏了一些你从来都没想过的风险哦。好，我们马上就来看看。你看画面上这几个按钮是不是超级眼熟，对吧？什么 Google 登录、Facebook 登录，按一下就好，完全不用再去想那些又臭又长的密码，马上就可以进到一个新的网站或 App，真的有够方便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它这么方便，那为什么像是网络银行健保系统这种处理我们最敏感个资的网站，却从来不给你这个选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一聊的核心了。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来看看这个便利的背后，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其实这种功能有个专业的名字，叫做第三方登录，或是 OAuth 授权。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技术，对不对？但你别担心，它的概念其实非常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你借用你已经在 Google 或 Facebook 建立好了信誉，来跟一个新的网站证明说，我就是我本人。它就像一张数位世界的通行证，让你不用到每一个新的地方都还要重新办一次身份证明。好，那这个比喻我觉得超赞的，非常贴切哦。你想想看在现实世界，比方说你去亲子馆还是动物园好了，要租个婴儿车，是不是除了付押金，通常还要押一张证件，对不对？那回到网络世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当你按下那个使用 Google 登录的按钮时，你做的其实就是把你的 Google 账号，也就是你的网络身份证，给它压在那个网站上了。的确啦，可以少记好几组密码，真的很棒。但是当我们这么轻易的就把这么重要的数位身份证交出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份便利的背后其实藏着几个我们一定得正视的风险。那根据施乐峰的分析呢，主要可以分成3大风险。第一，你的账号可能会被滥用；第二，你分享出去的资料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再来就是你未来可能会被某个特定的服务给绑死。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把它拆解开来看。第一个风险，账号滥用，这个比喻很传神哦。想象一下，如果你到处把你的身份证给警卫影印留存，那不就等于每个警卫手上都握有你的个资吗？万一其中有一个警卫心怀不轨，或是警卫是被小偷闯空门了，那你的身份就可能被拿去乱搞。同样的道理，当你授权登录的其中一个网站，如果不幸被骇客攻击了，那你 Google 账号的认证资讯就可能外泄，结果就是你的 email 被拿去乱寄垃圾信，更惨的，整个账号被盗走都有可能。好，第二个风险，这个也是大家最常忽略的，就是我们到底授权了什么东西出去。很多人看到那个授权画面跳出来，就习惯性的直接按同意。但你真的知道你同意了什么吗？你以为只是给了最基本的姓名跟 email 吗？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也同意让对方去读取我们的联络人清单，我们云端硬碟里的档案，我们的行事历，甚至连我们在 YouTube 上看了哪些影片，对方都可能一清二楚。这些资讯的价值真的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再来第3个风险，叫做被绑死。科技业的变化真的非常快，你现在可能觉得 Google、Facebook 这么大，好像会永远都在，但谁也说不准啊。你想想看，以前的 Yahoo、Hotmail 现象，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在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账号全部都绑在同一个服务上面，万一这个服务哪天没落了，或是你不想用了，你可能会很痛苦的发现，资料很难搬家，甚至连换个登录方式都超级麻烦。好了，讲了这么多风险，不是要吓得大家以后再不敢用第三方登录，不是这个意思。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怎么聪明地、安全地去使用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具体可以这么做。好，这张投影片直接给了我们4个关键守则，非常实用。第一，
尽量只在那些你信得过的大品牌上用，比方说 Notion 啦、Dropbox 这些知名的服务。第二，按下同意之前，拜托多花3秒钟瞄一下，他到底跟你要了什么权限。第三，养成一个好习惯，每隔几个月就去你的账号设定里大扫除一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网络银行这种账号，拜托给他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密码，千万不要怕麻烦。好，那光说不练是没用的嘛，我们直接来看看实际上要怎么操作。其实要检查 Google 的授权记录真的超简单的，你可以跟着我的步骤一起做做看。首先你就打开你的 Google 账户设定 ，OK， 进去之后，你看左边是不是有一排选单？找到那个安全性，点下去，然后呢，画面一直往下滑，你就会看到一个地方写着具备账户存取权的第三方应用程式，找到了吼，好，就点它下面的管理第三方存取权，点进去之后，哇，你可能会吓一跳，看到一大串全部都是你以前授权过的服务，花个几分钟，好好把它看一遍，诶，这个我好像没在用了啊，这个是什么？我根本没印象。看到这种的，不要客气，直接把它旁边的移除存取权按下去，把它们通通清掉就对了。最后 ，IT 妈妈也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也非常推荐的实战技巧。这个技巧也是来自文章作者的建议哦。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在享受新工具的方便跟保护个子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完美平衡点的好方法。这个策略呢，就叫做双账号管理法。非常简单，你就是准备2个 Google 账号，一个当做你的主要账号，这个账号呢，只用来登录那些你非常信任，而且确定会长期使用，像是工作上很重要的服务。另一个就是你的测试账号，专门拿来注册那些你想尝鲜试用看看，但不确定它安不安全的新网站或 App。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就算那个测试用的网站不幸出包了，资料外泄了，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你存放核心资料的那个主要账号，做到真正的风险隔离。总结来说，第三方登录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但就像这句话说的，网络安全其实跟我们现实生活一模一样。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你开门之前，你必须清楚知道你让谁进了你家，多一分警觉就能为你的数位生活多加上一道坚固的锁。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